本节目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，补肾活血、温经止痛、修正牌木结胶囊。哇，好凉快！哇，春捂秋冻，秋天就要动一动，好吧？冻过头了。咱们是不是走快点呢？上，快！走，快进去！上班了。阿姨，哎，你的百大瓜乐怡，谢谢阿姨的，感谢。来我的，王涵的。谢谢。暖和了。这个是哎，哦，刺梨汁，这个是喝一口。很酸。我刚才也这个反应。你没喝？啥？这刺梨没加糖就很刺梨。干杯好吗？预祝我们今天考核顺利结束。怎么着不带我啊？啊，来，大家来，来，那个都在刺梨里边了。来吧，尝一下。好，为我们今天考核顺利。考核加油！干了啊！哎，干了啊！干，怪好喝的。早上好，哎呀，好久不见。 Hello，在正式考核前呢，我们先要去大论堂开一个晨会。晨会交班吗？早交班。很像哎，我去。是的。导师已经在等我们了，我们先过去吧。走。老师你好。哇，老师好。晚上好。从这个个性上来说呢，就是急性子。我选择的中药是急性子。把事情有点完美主义吧。不能要说了呀。你产生了一个对你父母一个惧怕心理，非常严重。你小时候挺压抑。你好。晚上好，又见面。哇，我好开心，没想到齐老师可以回来。晚上好，又见面了。我异常的兴奋，因为上次学到很多，所以这次又能见到齐老师，对我来说是一次继续学习的机会。我们坐吧。就近原则。是不是要给你治疗一下？哦，那太好了。先给治一下，拿个针来。马上学习。马上学习。你这还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风寒，它很疲劳。对，就这个气虚。我从罗马一到北京，然后立刻转进来了长沙。对呀。我感冒好了，就是有点咳嗽。它确实是受凉，这个受凉以后就在左侧脉上。对。侧脉沉细寒，它是前额受凉，它是这儿。哦。好痛。你躺在那边是直接吹着这个位置，应该是。是扎一针快。是不是针感特别强？对。比一般的针感强是吧？对。你看你这摸凉气。哦，好凉，哇，好明显啊！好凉，这里就这儿好凉，两边是热的。对。还想咳吗？不想咳。嗓子不痒了是吧？老师好厉害。立竿见影。谁说中医慢呢？给我站出来！对，谁说中医？站出来！中医慢。好，那首先恭喜各位进入了奇幻院的第2阶段的考核。这个阶段呢，我们将接触从全国各地报名来的真实病患。主要肯定是肥胖，有300吧。22年年底到现在斑秃，我是会持续放屁。我已经基本上就是放弃了，我就不相信了，求医无门。
白血病，骨头坏死。17年确诊了急性白血病 M3，颅内出血、呼吸衰竭加败血症。想过自杀。这里就是一块颜色了，然后这里就是白的。长得两把线，天的这我这一下就。第二阶段，我们将从义诊到跟诊，最后到独自坐诊，目的就是在看诊真实病患时积累更多的临床经验。所以这个阶段考核的核心目标就是给真实患者看好病，传递健康的生活方式，不再有淘汰的规则。本期我们的主题就是义诊考核。我原来从大2开始跟我的同学们去义诊，服务了将近300多名患者。义诊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锻炼人，短时间内积累大量经验了。我从大1一入学就开始做了，累计时长估计得有个好几百小时。相比于第1阶段来说，第2阶段的考核，我的临床经验会更足一些。我之前就参与过义诊，带着广东的大概我们有11名同学到达喀什，然后给他们也是科普中医、舌诊、脉诊。当时学到了很多，没想到这一轮考核也是义诊，像开盲盒的那种状态，就是又紧张的又激动。其实我异常的兴奋，因为这一次可以去独立接诊。义诊这是一个传统。今天呢，我们也是这个分为2组啊，义诊组呢是进到这个患者的家里啊去义诊，小齐已经在现场等待大家了。另一组呢，在公共场合进行义诊。考核分为上下午，上半场考核结束后，导师会根据各自组内的表现，在2组中各挑选2名表现优秀的学徒进行换组考核。有机会去到另外一组学习和体验更多的义诊模式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另外一位带教导师。还有，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门诊部主任医师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北京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、医学博士钱慧楠老师。我已经从医40多年，多次参加过义诊，近9年，连续3批作为北京朝阳中医药专家下基层和学术经验继承的指导老师。今天的考核呢，由我们齐老师和钱老师各自带领一组学徒，所以就先请2位导师自己来挑选心仪的学徒吧。齐老师对同学们应该是有所了解，比我熟悉一些，所以有请齐老师先挑选吧。选择呢，这个李延庆和王玉是上一次这个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。甲状腺包括肺部会有一点点小结节。然后真能看出来。李延庆呢，基础非常扎实，并且他在把脉的时候啊，手感特别好。王玉呢，他能够从患者的脉中把这个占位性疾病的特征提取出来。右手边刚刚摸的有点占位。对，齐律，还有这个阿姨。他勤学好问这一点呢，非常的不错。它体现在哪儿呢？脸就是可扩张度小嘛，位置是纯的，因为它是缩小，然后又整个对，这样去学，你就会通透。这么一说我就懂了。你们3个跟我去上门义诊，其余的同学就跟我们是主要是流动义诊。同志们，走，赶紧出发！好 ，Go Go Go， 出发喽！我们是这个吧，流动义诊。我们是在这儿。对，我们好的，走，拜拜，好，顺利哦。老师，
我叫白松岩啊，小白。我是今年是咱们北中医的新生。我到广安门医院规培了，在广安门医院学习。然后这是我们大师姐，我是焦乐怡，然后那个也是咱们学校的，然后现在是博3在读，在望京医院那边。哦，好的。这是王涵，王涵，研究生1年级我才。哦，好。老师你好，我是编外人员王敬轩。今天我们这辆义诊车将开往湖南大学校区。这座千年学府不仅坐拥岳麓书院的文脉传承，更与周边多所985、211高校共同构建了一片充满青春能量的知识殿堂。这里不仅有追求真理的年轻学子，更有来自后湖艺术区的创作者们，他们代表着长沙最鲜活的思想、最具创造力的年轻团体。那会儿我也问我老师，我说义诊为什么仁义礼智信嘛？我说为什么不叫仁诊？那个老师他说就是怀仁心做义诊啊，对对，所以我们讲的大医精诚，大医精诚是这样子。所以有的时候他们缺少的是一个被听到的机会。很好。听他们说也是治疗他们的一个过程。是这样的，对。阿姨是你的姓啊，是名啊？我的名字就是阿依祖若木点，然后后面还有色买题。这是你的名字。这是我的名，然后后面是我爸爸的名字，是我的姓。和阿依只是就是好叫，就是好记。那厉害，全国人民都叫你阿姨。你这辈分太高了。我们是只给这户人家只给一个人治吗？还是就是给一个人治哦？应该有一个主要患者，有重点的，是吧？好，实在看不过来，你交给我，我5分钟搞定他，咱们有后盾，对，我不怕。今天齐老师在有后盾。本节目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，专业良心，买药认准修正。到了，咱们下车吧。老师您先下。药箱。对，你们的药箱，然后我的药箱。小齐哥。恭候多时，恭候多时。哎呀，辛苦。不，辛苦您了，又见面，齐老师。感谢。来，小齐哥。小齐哥。我就是等你们上门看我看诊的。来，这边请。来，这边。今天上门的第一位病患呢，就是被万千网友关注的无声小吃摊的摊主张永胜。他们夫妻俩都是听障人士，只能通过字板和手势和顾客交流。他们的女儿同样有听力问题，为给女儿安装人工耳蜗，他们变卖房产，来到长沙做起了小吃生意。在2024年1月，一条记录他们一家3口故事的短视频在网络上爆红，也让无数人为之动容。他们对待所有来到这儿的客人一直充满着笑意，非常的温暖。他们当时在采访的时候说这么一句话，说我们可以听不见，但女儿必须听得见。网友们都非常的感动，并被各大媒体纷纷报道。在湖南长沙的四方坪夜市有一家特别的小吃摊儿，他们都是听障人士，他们的女儿同样有听力问题。让女儿听到这个世界是这对小夫妻锲而不舍的目标。如今，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下，他们夫妻2人也成功安装上了人工耳蜗。张永胜和战静文佩戴上了全新的助听器，终于听到了声音。他们迫不及待来到幼儿园，等待女儿放学。爸爸，这声爸爸是张永胜最好的生日礼物。爸爸，妈妈，很激动，能听到女儿叫我一声爸，我忍不住就流泪了。现在爸爸妈妈也能听见了，小雨涵开心地当起了老师，教爸爸妈妈发音。但是最近我们接到了张永胜妻子的求助。好像是说这段时间睡眠不太好，夜不能寐，然后具体的原因就需要你们来探查。那现在我给大家发一下资料。他是不能说话，对吗？对，听障人士哦。
第一次接触听障问题的患者，很担心跟他的交流会不会困难。对看病来讲，沟通不方便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遇到什么困难，那就克服什么困难。行，没问题。那我们就上去。到时候我放假。一刀未饭。你清楚啊，你清楚。我太脱了。啊，你看，你听一下，敲门的声音就是这样的。你清楚啊。就在这儿。我还没敲门，怎么里面有人敲门？我困了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啊。叔叔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啊。你好，你好。阿姨好。爷爷好。你好。好呀。爷爷好。啊，你好。你们好。你们好，我们是收到了您的委托，然后上门来给大家看诊。这是我们几位中医的老师和中医的学徒。请你坐。请你坐。我的亲，太可爱。小妹妹叫什么名字啊？张雨涵。张雨涵，你今年多大了？6岁了。那你能帮我们跟爸爸妈妈来进行这个手语的翻译吗？你说的简单的我会，你说的难的我不会。好的。患者您好，我叫李延静，我主要是来给您看诊的。我叫王玉，我今天呢主要是负责看一看您家里周围的生活环境，然后饮食啊这一些。我是岐黄院的阿姨，然后我之前也学过一个手语，我爱你们，我爱你。对，希望我们的过来对你们有帮助，谢谢。好。然后我身旁的这位是今天带他们的老师齐向华老师，今天作为他们的考核老师对他们进行监督。哇，老师监督。那么我们就开始。我们先给您拿一个脉诊。你们2个好漂亮。谢谢。我觉得这真的很显眼，这个贴着满墙的家训。非常多条家训，密密麻麻的，都是父亲母亲对女儿的一些期望。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，非常的温暖。最近有生气吗？大沙发大的。睡眠不好有多久了？自从他出生之后，听力的问题一直操心，就一直有事有心事儿，没一直因为听力问题操心，就非常的焦虑，是想很多才睡不着吗？对。他脉位曲率不直，就是刚刚老师在车上说的，他有伤心事。您的4肢关节会不会疼痛？之前骨折了。有崴脚。2脚踝都崴过。你看到那就是留下伤疤的。可以。他说我可以看一下。没有，删了。睡不好是因为晚上会想很多，我很担心女儿，担心她在我们无声的环境会不会影响她的语言，担心在学校同学们会不会不愿意跟她一起玩，担心她会自卑。你在学校有没有其他小朋友不跟你玩呀？没有。
大家都对你比较好，是不是？小朋友之间会不会觉得因为你耳朵会带着什么人工耳，他们会不喜欢你？会这样吗？不会。对呀，不会是不是？是，我在第2班看到了一个同学也戴上耳蜗。小朋友我觉得都非常好，我们也觉得好，但是父母就是觉得他现在小，他还小，还没有意识到了，等慢慢长大了就会有意识，会发现自己是个不合群，因为我小时候经历过。我觉得你家的头发好漂亮。对，等会到时候也会有扎这样漂亮的头发。小朋友，以后长大想干什么呀？想要帮妈妈出摊。想要跟爸妈出摊。我想当医生。想当医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想要给别人看病。就像他们现在这个样子。因为爸爸他从小经历过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他知道这种损伤带来的痛苦，所以他们很担心他们的女儿会变得和他们一样。我觉得爸爸妈妈的爱特别伟大。我觉得他的脉非常短，他就是经常的压抑自己。那你不开心的时候会做什么呢？狂吃，然后还有可乐，狂喝可乐，通过这种饮食。对，您陪女儿的时候会开心一些吗？对，你给她一个刺激。你可以抱一下爸爸吗？抱一下。是你的脉马上就起来了。脉有变化吗？是吧？对，是一下子脉就长了。对，哇，这么当机的这种事情，就是。低个糖了，我说你低个糖了，有一点，真没事。这么疲劳，是非常。差不多。已经生了个小气儿憋住了，待会儿给扎一点算了。行。来，小朋友，给你摸摸脉，手好凉呀。你平时吃不吃零食吃的比较多啊？喜欢吃甜的？就算这一时正好。他平时吃饭怎么样啊？挑食，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食鸡的脉。小朋友吗？对，因为他在吃东西，他现在就在那。谢谢。谢谢。你得保证正常的反应。谢谢你。我们现在来给您做一个总结，就是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失眠，然后我们给您下的诊断是肝郁气滞症，它的意思就是因为常年的忧思，然后心理压力比较大，导致肝气郁滞，气走不通了，在身体里面就会影响失眠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思虑过多，就是想的比较多，晚上大脑会很活跃，就是睡不着觉。然后您头疼的地方跟您半夜会起来上卫生间有关系，它在中医里面它是同一条经络管的。您还有其他的一些不适，但是咱们看病是抓一个主要的问题，所以今天给您治疗主要是按照失眠来治疗，但是其他的问题我们如果说能给您一起扎上，我们就会一起扎。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生活方面的建议给到您，后面您可以就是长期去实施。我想从您家庭的这个来说，你小时候就是有过同学们也好，或者是朋友们也好的一些就是霸凌。其实从小就一直会压抑自己，把所有的压力都自己承受了。但是看您的女儿，她其实心态还是比较开朗的。我们都说就是父母爱孩子就为之计深远，
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孩子来说是有一点压力的，就包括您给他的这些家训也好，有多爱他，那给他的压力就会有多大。然后对于您未来呢，也会更加的就是去想着这个孩子怎么样。如果你对他想的就是那么面面俱到，一件小事情都要担心很久的话，对您和对您的孩子、您家庭来说，我觉得都不太可取。我们这次治疗能解决您的一部分症状的问题，但主要还是您自己心态的这个转变，还是要找到一些情绪的一些出口，不能只光靠吃。我们觉得治病先治心。我觉得最大的还是可以拥抱，然后你可以一起去玩，然后一起去培养那种轻松的一个生活方式，这是我的一个就小建议吧。我也看一下。好。老师看一下。老师给您看一下。好，老师给。来，我的习惯呢，就是双手对比一下。寸和尺下比起来，尺下的压力特别大。这个尺部呢出现一个烦躁，到了寸部的这个脉收紧的特别紧，脉搏波速、机械波的波速变得特别快。他小时候的这种心理状态导致了他容易过敏，这是个过敏体质。所以说呢，他小时候就比较心理比较敏感，容易害怕，容易担心，血脂高。血液变得粘稠，脂肪肝。他这个脉整体的脉位下移，寸脉这个地方血流压力波很小，会不会导致整个气往下走？往下走，沉到哪来了？沉到腿上来了，腰腿疼。他上边这个气上不来，他气上不来以后，他这个耳朵就堵死了，他这个耳朵里边气上不来，这疼得要命，疼得要命。睡觉打鼾，再一个，鼻子不透气儿。不，对啊，打呼噜的。我摁了一下，他这个脉马上就上来了。挺有力的，有力。对呀。对。血流上来了，你摸摸他的头，是不是热的？因为前面是。刚刚你说。他的耳朵的问题和他这个下肢的问题是一个问题。对。你只要抓着一个问题的核心，其他问题那就不是问题，那是一些表现。尺脉仍然是粗的、热的，说前列腺有问题。所以他夜尿多。这个脉，寸脉晨曦色，这是个伤心脉。冒凉气。这个人这个性格上来说很温和。很多的委屈全部压在自己身上，自己扛，所以说你们诊断的这个肝郁化火，完全对。那么在治疗的时候，你像这个样，火郁发之，对，把这个热给它散出来。它这里堵着，你摸摸它的这个膻中穴是凹陷的，对，小伙子的乳房不能这么大，因为肝气郁滞了，它就鼓起来，所以说它的气堵在这儿。这个地方就出现什么，很疼，很疼是吧？好疼。对，所以说怎么散？司逆散，司逆散可以，或者是柴胡疏肝散合上就是半夏厚朴，可以，完全可以。它也有就是咽中如有滞挛，他刚刚问到了。对，就往外散，然后把中间的这个痰结一堵用半夏厚朴散开。治疗能改善他的这个脉，你们的治疗就有效了。这里，来。好。你听他这个喘气哈，这样粗。很粗。扎上针以后，你再看一看。好。看一看下肢，摸一摸张力。张力好高啊！对。他整个人很紧绷。现在要给他扎针灸，扎完之后能够很快看到一些问题的改善。老师，您看看，
你摸摸这个张力，这个也下去了。这一次扎上针以后就明显变细了，这个仍然是很饱满。很明显，那边这里就这个地方陷下去了。对呀，这不陷下去了吗？这陷下去了，这仍然饱满，对不对？在这边。好。老师这边有凉气。下去了吧？哦，松一下了哈。嗯。但这地方是凉的。是我刚刚扎针的时候，我感觉那个针往外在冒凉气，它钻我手。咳嗽。咳嗽。使劲，使劲。喘气不那么粗了吧？哦，没有刚刚那个动静了。呼吸声细了，鼻子透气了。老师，那我继续扎了。可以。痛。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。放心。绕不住它。小棉袄真的很贴心，他好怕爸爸疼。他这孩子没问题，他这孩子将来很讨人喜欢，是的，很灵活。针灸主要是给他进行了一个开四关、太冲、合谷，再根据他的失眠症状扎了印堂。我扎完了，老师。可以啊。嗯。试一试他的膻中还那么疼吗？痛吗？好多了。好多了。他两边的那个合谷都很凉，针柄现在冰凉。立刻就能够让他改善调整。对呀。脸色不那么暗了，脸色在发亮。摸摸脉，他的寸脉起来了，现在非常有力，老师。对呀，这么快？就是啊，中医不能治急症，这不能治急症吗？我感受一下那个针尖，你感受一下针柄的，每一根针都很凉。可以不？哦，好冰啊！每一根都是冰的，放在冰箱里拿出来那种很。对，这就上一次我们说的这个，天下最大的寒就是心寒嘛。不如户啊，这边啊，benji benji， 不如户啊，不会，不如户好不好？是因为爸爸扎针哭吗？啊，不用担心，老师说身体都很好。刚雨涵在里面哭了，因为爸爸扎针疼，他就怕爸爸疼就哭了，真懂事儿。我给他起针。可以。这针感好强。没有针了，可以起来了。你是他心门这里冒的是凉气，哪里？心门。真的，就是我第一次跟您见面的时候，您扎完我手的时候，就是我当时也说我脑门是冒那个凉气。对。还好多吗？好多了，好多了。你看一下方子，就是有清热疏肝，然后祛痰的。老师，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加一片薄荷，让他的气更好的发散，火郁发之啊？老师，您看一下，他这个寒气啊，应该是加点温性的药，可以给他加点桂枝，治病目、解瘀痰的，加丹皮，
有血热、血瘀，感觉很好了。嗯，好。试试。啊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啊，这是我。刚刚雨涵在屋里面画画的。你们辛苦了。这是我，这是这个最高的是小齐，还是老师？老师。这个给。那是一家，他们一家人，爸爸妈妈还有猫。还有小猫，它的可乐。雨涵画了2幅画送给了我们，觉得我们像是一个天使一样来到他们的家庭，给了他们家希望。我也希望就是通过我们现在的治疗，爸爸的状况也会好转起来，一家子可以更加的幸福，然后互相之间的爱可以持续下去。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有剩。我在长沙还会去四方坪买你的鸡蛋仔的。莎莎，好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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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见，雨涵。拜拜。谢谢大家来我家给爸爸看病。哥，你那个，嘴巴好紫今天。是，哥们儿要没了，哥们儿都。你吃东西了吗？啊，你吃饭了吗？没呢。我有辣条。我这里有个巧克力，我一会儿上车吃。对你吃一点，要不然怎么坚持住啊？下一家。下一站。下一家。哎呀，一点也不饿，来吃2个鸡蛋，吃了1大碗面。再给我来2下，老师。刚刚就是一摸我的脉，说最近这么累的吗？我说是有点累。想不想摸喝酒以后的脉？想摸。试试这个。宿醉。脉散。又虚。哎，脉在上外散热一样，所以说饮酒好气啊。哎，所以喝了酒之后，人都是没有力量的。酒量不小哎。杀青也没少喝。杀青。待会儿我给他扎针的时候，你们闻一闻有没有酒味哈，注意把你的酒味分享给大家一点。大家一起喝点儿。酱香型的发现。酱香型的，喝了酱香型。光喝酒了没吃菜，你这还不行。他到现在都没吃饭呢。是。你现在吃点儿。对，你要不然一扎低血糖，上一次扎的时候我不是告诉你叫你吃快，是因为上一次的你和李胜实际上都出现低血糖了，血糖低在脉象上是有表现的。害怕了，小齐同志害怕了，一看那人心里吓得咯噔一下的，这个都不是咯噔的一下咯噔了，一直在咯噔着。针感特别强。咳嗽，咳这个地方。确实有酒味儿，酱香型的。手有点麻，出汗了感觉，我手热了，我手热了，就是手热了。现在变热了。我刚刚感觉那一股热流，咔就冲到我手上了，握在心里边的热流嘛。口唇变红了吧？是。我前面是怎么有点很紫很紫吗？一眼就看到了。对，它现在开始慢慢变红了，那紫色在退掉。活过来。哥您扎着吧。那你们先复盘吧。蹲现场10点半开抢半动感地带芒果卡，现场见！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，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，大屏4K 更清晰。冷冷的冰雨在我脸上胡乱的拍。下雨了还，寒湿侵袭啊！救命！好，
好冷啊，好冷啊！哎，您好，对我们这边在流动义诊，然后您可以先在那边等候，如果要看的话。好，各位好，各位好，您先在这边等候一下哈，稍等啊。好了，很好，这就位。有点懵。首先是义诊的一个人群，它是不稳定的，而且现场的患者也比较多。你好，请坐，什么问题？我只是路过，然后啊，你路过好，有哪不舒服吗？消化不太好。消化不太好。我是鼻炎和咽炎。鼻炎和咽炎。胸闷就堵得慌。好，那我这边建议您可以去中间王涵那边看一下哈。睡眠质量非常的差。好，白松岩哈，脾胃的问题稍微有点大。赵乐怡第一组，好，那个位置，排卵期出血，头发湿疹，手腕疼，压力比较大，首先有麻木，压力重大。来，我来看看名字哈。首先第一位，没事，坐。太高了，你太高了，牙缝。那我蹲着。好，你坐。好，我就问几个简单问题啊。然后，那你平时有胸闷的情况吗？没休息好的话会有一点。没有休息好的会哈。好，那我这边建议你可以去我们赵乐怡那边看啊，我们第一组好吗？给你。谢谢。好，你可以现在过去。好。谢谢。好。Hello，你们冷不冷啊？我手会稍微有点冷，我先搓热一下，因为我害怕就是我冰到你。好，第二位白松岩，小白。呀，你好，请坐。咱们的姓名是？姓龚。今年多大了？27。最主要是怎么不舒服？就是这样，从4月份开始，我4月初感冒了一次，然后4月末感冒了一次，这之后我就嗅觉跟味觉集体失灵，后面好不容易味觉恢复了一点，但嗅觉的话现在就是闻得到一点味道，但是味道不太对。像香水味的话，我闻着就会以前闻着很好闻，现在闻着就犯恶心，就是它原本那种味道我闻不出来。然后后面因为这个问题，我也去医院做过头腔镜的检查，就说有慢性鼻炎跟慢性咽炎，但是这两个情况已经持续很久了，以前并没有影响到我的一些味觉啊、嗅觉。让我看一下舌头。好。平时会觉得头疼吗？头晕、眼干？偏头痛，然后眼睛干会有。就我现在有点紧张，我心率可能有点快。对，白大褂型高血压。人家说我年纪轻轻高血压。你不要紧张，咱们就正常的沟通。咱们平时大便怎么样？10次有8次不成形。我觉得我现在没那么紧张，看美女看多了不紧张，看美女看多了不紧张。谢谢。你之前有没有什么事情就是让你感觉非常疲惫啊？我感觉你这个脉有点耗费心血、耗费肝血的感觉，思虑过度的感觉。以前的工作压力非常大，就是大到甚至一度，如果我朋友没劝我的话，可能我这个人就。最近工作压力这么大吗？对，然后实在撑不下去了，离职，自己去旅居了1个月，把自己心态给调整过来了。然后后面就是自己慢慢调整啊，去上班啊，或者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啊。我现在心态已经放宽很多。咱们之前工作压力大是什么时候？就是前1-2年，还是？对，1年前，我是24年年初从那个公司辞的职。就后面再去，就自己慢慢调整，就好很多。就我还有一个情况是，我有时候会整晚睡不着，但有时候很容易就入睡，但是时间特别短，马上就会醒，就睡不醒。咱们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？现在是在家里备考。咱们备考，那压力应该也挺大的。那我就针对这几个给您一些建议。像咱们现在处于一个嗅觉失灵，那我就给您点按一下外面的迎香穴，从这块一直往上推。这块就会痛了。
这个无论是治疗鼻炎也好，还是说治疗我们的嗅觉问题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穴位。哦，有用，我鼻子好像通一点，是吧？鼻子还有点堵，可以，很好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针对偏头痛的话，从太阳然后往后捋，到后面帅骨的位置，这样往后捋。这个咱们自己平时在家也可以操作，都是很好的。好的，又学一个。然后另外一个像咱们慢性的咽炎，可以喝一些代茶饮改善。我在这个代茶饮里面也给您稍微加了一点内容。入睡比较困难，我觉得这跟咱们现在压力比较大也有一定的关系。针对这个呢，咱们可以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这种压力的心态，然后以及我其实每回来录节目的时候，我也都挺紧张的，因为要考核，要给我们打分，要被评判，看着都紧张。我从第一期开始看，所以就是我每一回睡觉之前，我都会放那个助眠的冥想，你就搜正念冥想就行，然后它会让你整个人放松，它会说一些话去肯定你，你今天已经很棒了。其实我觉得它也会给我一些力量。包括就是我们可以在每天早上去照一下镜子，在镜子面前看一下我们自己，然后去跟自己说你已经很棒了，我要开始接下来的这一天生活了。我相信我是可以的，我相信没有我过不了的坎儿，就可以去给自己一些正念的引导。我觉得这个会对咱们的睡眠也好，对咱们的压力也好，都会有一定的帮助。这个就是我整体的一个处方了。看看哈，这药。咱们可以在这边就是进行一个候诊啊。咱们可以看一下，可以把小孩这帽子戴上，现在天挺凉的。老师，如果要是您觉得哪块有问题的话，您可以直接跟我说。好的，我觉得把这个枣仁呢，可以就5克至少。它比较重，它比较重。所以它就很惨。对对对，总的来说可以的，不错。你看决明子这开得很好，这5克，不错。谢谢老师。可以，好的，而且挺快的，很快抓到重点去解决问题。哎，好的，谢谢。没事没事，客气了。有什么问题你就再问。你好，哥，可以转号吗？你说啊什么？可以转号吗？我着急回去吃外卖。你要回外卖？对。你要转？你这号贩子。啊？你这号你要转给他是吧？对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你给他吧。通用的吗？流动义诊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流动义诊在看病，您要想看病的话可以。对，你可以在那儿排队，它有一个分诊的，可以。很多人排我了，等很久了吗？还有一点，不好意思。好漂亮这边。哎呀，谢谢。来，这边吗？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哪里不舒服嘛。就是我有点脱发，就是比以前少很多。反正每次一梳头发就掉很多。我看一下，好吧。要拆下来吗？你平常你是小时候就这样吗？小时候头发很多，我小时候发质也很好。长大还发生了什么？我奶奶2、3天就出油，她的头您可以一起。来，您坐。我是怕他等一会儿忘记了说。我跟人家说了。说了，我怕你忘记了讲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就想他学医，他吃不了那个苦。我家里面有学医的，有几个。家里有学医的就好。学业压力大吗？有一点。跟压力大有关系。我看你有什么压力啊？怎么搞的？就是可能那种压力不是他自己的，就是周围人也会影响，可能太憋着自己的情绪。这样子。对。反正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，有的压力是不会说出来的。他就没跟我们说，我说今天才知道。你可以跟奶奶说说，没关系。说啊。可以说，你现在就可以说，要不然你这个麦克是不对的。其实也还有什么东西啊？我就不记得。
反正现在这个体质没有小时候好，小时候就是别人穿很多的衣服，他就穿很少。小时候爱出汗，现在也爱出汗。这一天出了汗，那个脚都是凉的。那是有什么诱因之类的吗？不知道啊，就是从小就这样，他不是热的出汗，冷他也出汗。啊，你月经怎么样？40天了，前2个月有点痛经，有，好像是上个月吧，就是在床上打滚，痛啊。好像是前一天吃了。你看奶奶都不知道，你怎么不知道？有一天在坐在床上打滚，然后盖着被子在那个。那我不知道哎，你哪里是他？你哪里是没滚，只是在床上没滚。那我就会给你搞吃的呀，又不讲，反正我是不知道，也没跟我说。因为你这个必须得打。是体质不好吗？他是属于亚健康，就你要说他哪里真的不好嘛，也不算，就是感觉没劲儿。有的时候会。有的时候就拧不开瓶盖了。对，我想起来，有时候也就喊你头昏啊，这体质什么的。也不是经常。是不是那个洗了头发，有时候我就跟他说，洗了马上要把它吹干，他就有时候紧的捂在那里。那这个是不好的。跟你说了，不要捂，洗了出来就马上要把它吹干。你平常情绪暴吗？有一点。小时候特别暴。现在呢？现在比小时候好一点。但是也不是很好。那大便呢？大便也还好。每次上厕所要等好久。啊，那个是。我说他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想上的时候我们就等不得，他就可以逼到等一下，你喊他等一下，因为我有时候可能不想去就没去，或者是我上班，然后他们没有人可以替我，我就没去上厕所。我说我们就不能等，不能这样等，知道吧？是有点那种涩的这种。最近就很不爽，最近心情都很不爽。说你谁让你这样骑都得疼。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你真的说不舒服，没说打滚，要吃点红糖水呀、生姜水呀，吃点红糖鸡蛋呐，不吃。其实我觉得你有的时候很多情绪可以说出来，要跟奶奶表达。我的例子就是，我跟我妈妈原来不表达，然后我妈妈很强势的管我，但是现在我跟我妈妈每一件事情都会沟通，所以她从原来一个非常强势的女人，现在变得非常温柔。所以我觉得你要表达。我们要说她呀，要不懂的地方我们要讲过。我们怎么会吼你嘛？刚才一说我都难受。好了。好了。没事。好了。其实我在听到他的故事的时候，我特别能感同身受，因为我之前跟我妈妈也是这样的状况，互相之间的沟通比较少。我也不知道，从来没带他出来看过医生是的。没事。不要有藏在心里，有什么事情要说，听到没？我成天都闲着的啦，我会管你的。奶奶关心孙女，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。孙女呢，也会因为奶奶过度的关心而导致把事情埋在心里。我很心疼他们两个。没事。并且我觉得可以用我的经历去帮助他们，能让他们后续有更好的沟通的话，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老师说的治病先治心。没问题的啊，应该是没那么就是都能够。应该说，解决的方法比问题多。你今天讲了我才知道的，要不讲我怎么知道？就是主要给他用这个处方，就是这个头脱发和痛经。对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老师您看一下。好，总的来说很好。谢谢老师。啊，好的，可以。好，谢谢你啊！没事，拜拜。
啊，你的号码牌在哪里？是第4个。我看看，应该是赵乐怡。您好，您今年多大了？72。哇，真看不出来呀，很年轻啊，很年轻。哦，就是那个奶奶是吧？哦，咱们主要是怎么不舒服呀？主要是那个来肩膀不舒服，来需要把个脉。基础性的疾病，比如说高血压呀、高血脂。没有这些。我看一下舌头来。哎，你不要长这么大，要使劲撑长一点，他要看里面。你不舒服。没事。脾气有时候还是有点急呀，有点急呀。对，这有急性子。啊，是个急性子。还有点倔。有人说我说话是不是太直了？这有点倔，有点犟脾气。啊，有时候说话可能会伤到身边比较亲的人。要改。要改，改不了了。很谦虚的。要改的，慢慢改。所以您知道您为什么没有很多基础疾病吗？就是因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这个气它不会郁在自己身体里面，说出来就好些，是不是？对，是这样的。听到没？不要藏着掖着啊！给你们看病的。是的，你就不说啊，我们就要说啊。所以说。对啊，可以多交流嘛，对吧？对呀。你会想为对方好，就是你觉得你经历了很多事情，在你这块看来，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。那我跟你说了，你为什么不做？就有点那种，有一点霸道一样的。啊，对。假如说孙女，然后今天就是跟奶奶说一件事儿，然后奶奶说啊这件事就应该这么做，然后孙女就不说话了，然后不说话之后，奶奶就一边那个一边说一边把这事儿去给干了。哎，对。好，对，你不干我干。那后面的那个颈肩这块会，其实我就不舒服嘛，颈椎不舒服嘛，对，前一段时间感觉有点晕，有点头晕。他腰也痛，有腰痛，这个脚尖那个地方有点麻木。这些你知道吗？当然没跟我说。您看，您也不跟孙女说您有什么不舒服的？我一般不给他们说了有什么意思嘛？他们又不懂。他啥呀？跟谁都不说。我原来还晕倒过。晕倒过，一下子自己都捡一下东西起来，这个头啊一下就黑了，就看不见了。我就心跳好快的那个时候，我就吃那个救心丸。吃救心丸会有改善吗？吃了就好啊，几分钟之后就好了。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心绞痛的范围了，因为咱们这种一过性的这种刺痛，要注意的是我们日常。尤其是早上醒来洗漱的时候，要用的水一定是温水，千万不能用凉水，引起我们血管的这种剧烈收缩。牛奶要少喝，然后水果我们就尽量少吃，要么我们就给它蒸着吃。然后老师您要不看一下？好的。这个方呢，我觉得可以，一个是疏肝的，还有活血化瘀的，可以。好，谢谢老师。那这个方子就给咱们。是要去往着那里？对，没事。我刚才看你在那边哭了，因为什么？哎呀，他一哭，他说我情绪不好，然后就哭了，我就哭了。但哭是好事，在某些时候，如果压抑太久的话，可以哭一下，散发一下，对，释放一下。能看出来。没看到他这个样子过，今天他一讲，我的心里面好难受。心里难受啊。好心痛的。没事，奶奶，我看看你，没事。手是有点冰，手是有。给你个这个来，是我拿的，你拿，你握着。呀，您好，怎么了？不高兴还是有什么要看的？我是有一点失眠，然后月经不太规律。你睡得不太好？对，我就是睡得不太好。你月经量少？我有多囊，然后就每年都来的不太规律，就一年可能只有5次。有没有接受过中医的治疗？也有接受过，但是吃完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它还是会有一点反复，就是我的月经还是不规律，所以我就想还是相信中医的，我就过来看一看。
你睡觉，你是不是睡之前你就是躺在那儿，你睡之前就有点睡不着那个意思，就是入睡就有点困难。是的，入睡困难，然后早上有的时候醒得很早，我可能4、5点钟就自然醒了。害怕吗？有的时候会突然觉得有点怕，对，有点心里会有点胆战那种感觉。你的压力真的挺大的。因为我的现在的工作就是自己跨专业考的。你之前是什么专业？我之前是学的视觉传达，然后现在是考了教师的编制，听父母的话。但是我是单亲家庭，然后我可能就是在家里可能就是跟爷爷奶奶在一起待的比较多一点，然后我爸妈他们都重组家庭嘛，然后所以就一般都是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，就是感觉去他们的家里面就会觉得会有压力。没事没事，就是我们长大了总是比小时候的处境是不是要好？我们有自己的能力了，就我们确实生活是在变好的，而且有没有感觉自己扛出来了？就找到工作以后，觉得自己还是扛出来了。对，没事儿，还好。我情绪其实也很容易过去的，就不是那种我也想走出来，就是想要看医生，然后就让自己心情好一点。这个很关键。悲和怒，它到了你的，因着我们这肝经沿着脾胃这样上行，也有一股子是下行。有的人他什么，他就怒发冲冠了，他有劲儿他就发出去，他的双眼通红，目不圆睁，我跟你干了一下。但是你就是什么，你就是弱弱的，我们的没有那个力气生气。然后就是我肚子胀，然后胀了完了就拉肚子了。对，你既然都说我说的对，你要知道我是理解你的。之前有人问我说，义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我说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听就行，他们缺少的是一个被听到的机会。哪怕你什么都不做，你什么都不干预，你就在那块听他说1下午，对他都很高兴。义诊，我们跟患者可能只有一面之缘，很多人他的这种情绪特别想要去发泄和倾诉给我，我整个人是比较沉浸在和患者的这种对话之中的。在接待每一位患者的时候，我都想要去更多的去和他们交流，给他们更多的帮助。我先跟你说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。咱们一件一件捋。就首先你这个月经的疏泄，就为什么我们说气血虚的时候我们不来例假呢？因为你没有嘛，你气血虚，你肯定要把你的气血供应给你的主要脏腑。你为什么手脚凉？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作家，他们都有这种手脚就冰凉的情况？因为他们的血液都供养给了他们的大脑。有精神疾病的患者，大冬天弃衣而走，登高而呼，然后他们不冷，那是因为人家的气血不在脑子里，人家的气血在四肢。你的气血耗到了哪里，你自己的心在哪儿，你的气血就在哪儿，你的思绪在哪儿。就是我们中医是怎么理解阴阳的？这是蜡烛，这个火苗就是阳，这个蜡烛的身体就是阴。你阳虚的话，就是你的这个小火苗，它的能量没有那么充足了。那阳太小了，你都不能保证你的日常生活，那也不行。你这个激素的问题，就是你多囊激素的这个问题，就是你现在的身体需要补，天补、地补、人补、食补、药补。所以首先，你第一个，你吃东西，吃有营养的东西，去吃这种动物的内脏呀，吃不下，也行，可以接受是吧？一定要多吃这种有营养的东西。有人说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你怎么那么胆大？你有的时候缺乏这一胆气。如果你想要让自己这个胆气充足的话，我建议你去听音乐，听就是古典节奏重的音乐。如果你能去学一个架子鼓的话，是更好。那这跟我的性格完全。那你就可以去改变一下。当你去接受这个频率对你的刺激的话，你慢慢的这个会提升的。这个做完了吗？马上了。这个呢很好，就是综合的治疗，从饮食到他的心情的放松，而且呢还很耐心的给患者画了画，这样的一个建议，对，是成的，脉是对的，好的，那就是这个方法是多的，好的，我觉得是总的来说是还是不错的，好的，注意一下时间哈。
行，没问题。谢谢医生，没事儿，祝你越来越好。谢谢哈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看了那个节目的。哦，暖男对暖男。哦，谢谢。所以你觉得我是吗？是啊，非常。谢谢谢谢。好，真的谢谢你。脚伤那天我听了就是从。谢谢谢谢。好的，希望你身体越来越健康。辛苦啦。好，再见。下一站清醒了很多。哎呦，谢谢，舒服了吧？接下来去的第2位这位病患，他就是很明确的是有情绪问题。这位病患呢是位34岁的年轻女性，在10岁的时候就经历了亲人离世，那时候对她打击和她生活的改变都很大。在亲人离世之后呢，就是她的母亲控制欲会比较高。包括也是有一些那种打压式的教育，一直在这种环境下成长，所以导致他被确诊为了中重度抑郁，长达10余年。30岁那年，离婚与失业的双重打击如同雪崩，使他的病情再次复发，将他推入更深的情绪深渊。更不容忽视的是身体的疼痛，从10岁起便被确诊的腹周骨炎，在今年剧烈爆发，令他无法正常出门行走。即使在至暗时刻，他内心依然保存着一丝微光，主动报名了我们节目，寻求一次能够照亮前行的综合性治疗。这个病人啊，常规的治疗肯定没效果，他要有效果，他10来年了早就有效果，太久了啊。对。找到撬动他这个状态的那个点，找到那个点，拨开4两拨千斤，那还是个挑战。是啊，每一个人都是挑战，只是你把这个背后的逻辑搞清楚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因为看第2位的话，你们是不是要重新分工一下？那我看环境，刚刚我没看环境，环境跟那个日常养护条例，谁来主诊？你来，我来。我觉得老师在，我不怕，先接吧，接老师，我来问诊，然后主诊。我是负责饮食最后的那个调理，加油！不怕，交给你了。好。走。来啦！来啦！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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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是这个收到了您的消息，然后来给您看诊的。啊，他有养小鸟啊，对，2只小鹦鹉，就直接跟着你来。老师请进。钱老师好。这都是看了节目了已经。每一期我都看了。你好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猜到你会来。主要的诉求其实就是因为第一个是自己的那个腹中骨炎的疼痛，导致我确实出行很不方便。看了一些医生，但是没有很好的方案。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情绪的问题，没有办法去和人社交。哎呦，还有这么。好可爱的小猫啊！它是我上周6的时候在楼下的车轮胎里捡到的。你的生活气息比我浓郁太多了。你现在这太生活了，这里养鸟、养花。今天是我来主问诊你，然后我们3个共同的制定方案，给你一个治疗。那我观察一下。但是你应该可以治疗到很多色素，就是我觉得在这个今天你最主要想是因为什么来就是找到我们的？看有没有好的方案能解决脚的这个问题，因为它确实很影响我的生活和工作。然后这2个月基本上都在家为主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问题。对，因为我本身是有那个CPTSD， 就是长期性复杂性的这个成长的一个创伤，所以会有抑郁的一个情况。
那你应该是也治疗过很多次吧？去很多医院也治疗这个抑郁的情况。先边把脉边跟你说。好，大概16岁，当时是因为有比较严重的躯体化反应，就是感觉像做梦，就是也听不清楚，然后也看不太清楚，就是理解也很模糊那种。你这里是怎么了？就是以前的那个自己有疤痕。对对。就是会有很强的自杀倾向。自杀倾向最严重达到过什么程度？会反复的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做这个事情也是不对的，所以也会经常幻想自己，我就会觉得被动的死掉不会有错。有主动，有主动，不好意思，没事。没有没事，要是你其实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啊，就是所以。是因为什么事情？因为我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过世了。对他，你爸什么时候过世？10岁的时候，肝癌晚期。哦。对，然后3个月的时间就离开了。而且我爸跟我的羁绊也比较深，我们是一天生日，同一天生日。你后来是爸爸去世之后是跟妈妈一起过，对，然后妈妈是怎么样子的？我知道她很辛苦，因为家里突变，当时治疗也要花很多很多的钱，然后她就要出去上班，要承担很多，她可能就没有办法顾及到情绪这件事情，更多的是关注到生活怎么样去改善这些。但是实际上我是一个比较可能就是天性比较敏感的小孩，小时候。现在是家庭是？这是我自己一个人，小孩主要在爸爸那边，对，因为男孩子。我可以方便了解一下，你之前是干什么工作吗？我之前做教育工作。那你当时你自己的工作上是怎么样？工作上其实挺好的，就是我工作的能力也好，或者是做出来的成绩其实都不差的。后来公司倒闭了。对，后来就被迫创业，然后跟朋友现在就是在创业中嘛。当时看到他家里还养很多的植物，还有动物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努力想用生命来治愈生命的人，就是他有努力要再变好，而不是负向。看一下你舌苔，因为还是很气血两虚，他舌是很淡的，他有点偏黄，也是虚热，我认为。然后他手心也是冒汗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从小到大都这样。会口渴吗？会。然后你喜欢喝冷水还是热水？其实自己还是很注意的，我都喝温水。温水。口苦有吗？口苦倒是不经常，口干是经常。我觉得可以了。把一下。对，你就可以把一下。那你那会儿是就跟妈妈一起生活嘛？然后自己觉得周围有朋友吗？没有，很少有朋友。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奇怪的情况，比如说他经常会看到某某同学写东西很不错，然后他就会说谁谁谁写东西很厉害，你可以多跟他学习做朋友。当我真正跟那个人成为朋友之后，我妈妈可能就会说你不要经常跟他玩在一块。妈妈对你的这个要求高吗？超高。我来再坐着耗一下。我想问一下您，就是在您一生当中，你觉得最开心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？最开心的时候，小时候和现在在家跟小动物们一起的时候吧。是不是经常为别人着想呢？就是我身边的人都会觉得我能把大家照顾得很好。但可能到照顾自己，我就不会花那么多的心思。我想给看一下，我想看一下。对，老师还要看一下。
别害怕，你害怕什么？你有点紧张了。有一点点。对，有一点。对你有点紧张。你平时经常咳嗽吗？会经常这样子，因为我有咽炎嘛。好哭吗？一个人的时候会，但是有人我一般都不哭。你应该哭，你应该大哭才行嘞。我哭都是没有声音的。你必须大哭才行，必须得哭出来。你压住的东西太多了，必须哭出来。就是我不会大哭。你不会大哭，你必须得要哭，哭对你有好处。总体的这个脉，你摸一下，始终是处于一种恐慌状态当中。是老师，我发现他在回忆他自己的心事的时候，脉搏波速特别快，很快是吧？对，然后一直血管壁的张力特别高。他这个焦虑、担心、害怕，完全是周围环境给他造成的，有很多的委屈压住了，不是光生气的问题。阿姨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听说这个中医在这里。对，给你女儿来看一下诊。行，我也想跟我诊断一下。那行，您先坐一下。行，对，阿姨你先坐一下。我在先在外面坐一下，先在外面。他对他这个气场有干扰。行，那就可能您先请您在外面等一小会儿。好的，好，谢谢啊。没事没事。他对他的气场有干扰，感觉他神色马上就不对了，烦躁。就是好厉害。有一些伤害或者是伤痕，它确实就是存在的。但我知道他很爱我，其实我也很爱他，但是有的时候，可能就是我们的表达不太相同，或者说因为他也有他的不安全感，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亲昵的状态。他这边你看有一个伤心的脉啊，当然呢两侧脉呢也是气郁，所以说他始终是烦躁和恐惧，没有安全感。没有安全感，对，这是他的问题。沿着内侧血管壁是热的，这就是与他说的这个腹周骨炎有关系。所以说他是肝经里面有火，这个火是表现在腿上，这个火在哪儿？在肚子上。王玉，你来给他扎腹针吧。好，那我们咱们就您躺这儿。当时对于他这个腹周骨炎的这个问题呢，已经影响到他的正常行走，所以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腹针的治疗，觉得这个效果会非常的好。徐老师，我现在给他画好图了，然后就现在给他扎针。因为我判断是有寒的，然后你感受一下，疼吗？不疼。我当时给他扎了一些穴位，水分、气海、关元，还有我们的气庞、外陵、下风湿点、下风湿下点，正好就能够把气血送到他的腹周骨炎的那个位置。因为它每一针都是凉的。你看他这个腹股沟这个地方有这个气包吧？气包了，有。所以说在下边再来上2针。这儿有包的，老师在腹股沟下面一点，是吧？对，很明显。对啊，就是它本来是很正常腹股，然后这边一下子就是很明显硬的。那老师，你是怎么知道他那个地方是有这种情况？脉上有一个凸起的包，通过脉里面看出来一个地方。太厉害了！来，但确实是有包。阿姨，你再摸摸。好像是没有。我是现在是软的。然后来2只脚用力，你看有没有变化？没有那么疼了。没有那么疼，哪只脚好一些？右脚明显。这只脚是吧？我调到这儿，然后我给你现在把左脚也调了。来下来了是吧？对呀。我现在摸不到那个地方，然后他自己也没有反应。对呀。之前那个地方是鼓起来硬的。您再试一试2条腿，全疼好了吗？好很多还差一点，都是即刻见效。那当然，这个针灸这个东西不能说扎上1个礼拜还没效果，扎上1个月那这瞎扯吗？这不是？就是来这一下立马就是，
过去中医的这个急诊啊、内科没有很多的方法，主要的就是针灸啊。像他针扎完之后起的效果，他比如说后面会不会再反复啊？对，反复。那他栽到这个环境当中，他可能又反复。那是，我就在想，是不是啊？你这是反复不很容易吗？是。没办法，这都是一些孽缘啊。春麦的寒气没那么重了。寒气是就是这里凉，它现在没有那么凉了。好，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可以留一留针。他咳嗽轻了吗？你听着他咳嗽。他现在都没怎么咳嗽了。对呀。他气虚了，你摸摸他的脉，这个脉。他没有刚刚有力了。对呀。我刚刚摸到。他气虚了。家里有人参、黄芪，补气的。黄芪有，我看见了，我刚刚看见黄芪了。扎的有点多。这个。我记得刚刚看见黄芪。先叫他嚼黄芪看一下。嚼几片？您先嚼一片试试看。嚼一片太少了，黄芪。他要人参的话差不多。再来一遍。你试着他的脉，有没有，就是说他嚼下这个黄芪去，这个脉是不是缩回去了？比如现在就是他往里收了。往里收了。对，特别是他的尺脉没有刚刚那么散，就管壁会更加的清晰一些，整个就是血管平滑肌在对，在收缩，对，这个我能感受到。对，再吃两片，因为这个黄芪的作用它还是弱一些，它就没有那个人参的会更强。对。我们可以，其实现在已经可以起针了。可以起针。如果用方的话呢，可以用张锡纯的曲直汤、肝气虚的那些药物，可以起来了。他真的不疼了。之前我这样站，其实我得这么站，就是变成企鹅站姿，我才能不疼。现在我可以直接站在地上。怎么样？我们这好厉害，感受很明显。很明显。王玉医生帮我试完针的时候，我其实是很明显的感觉到，就是我的脚缓解了非常非常多，在用力的那个过程不会有那么就是撕裂感的疼痛了。整个治疗的过程里，我是觉得有很多的爱就是围着我的。然后我想抱一下你。你痛！你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我觉得你做得很好。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，而且爱好兴趣很多，他也很注重自己健康的一个人。结合他的家庭环境，我就觉得他在这样一个情况下，他还能非常积极的去自救，他真的很坚强。我这次也是很大胆的，然后来煮，就是问你，但我还是会怕，就是你怕不怕？没事儿，你很好。我刚现在还是有点愧疚。别愧疚，没事没事。3、2、1。有可能在您晕的时候，血压高，对，或者忽然这个血压上提到的很有可能。咱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技术？来，照顾好病人的同时，也照顾好自己啊！谢谢。老师先给你一杯。哇，太冷了，喝点。好，谢谢。几位也是要看诊的吗？对。请问您哪里不太舒服？现在是学生，所以压力很大，然后被逼得很紧。没问题的啊！我主要是我张不开嘴，就是我嘴张那么大。我刚刚就是看到这边了，我直接从公交车上跳下来了。我感觉来大学之后就都挺不顺的，健身是不少。我一激动就会抠地，然后也不能被吓到，情绪激动也不行，哭也不行。只要我穿短裙、短裤，下半身会变颜色。这个有去医院检查过吗？我不敢去检查，我害怕。万一什么重大疾病我承受不了，我心里。但是我发现跟别人不一样，我就会有点焦虑。我有点怕别人会看，哎，你身上怎么那么多疤呀什么什么的，所以我就拍完照之后，我要 P 图片，不要 P 那些疤。有时候干脆就不发了。我爸妈他们以前经常吵架，然后小时候我也不懂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害怕，但是我又不敢，我怕我闹的话会更严重，
所以我有想过。不要，你不要想那些不好，你想很多很好的事情，你有很多很好的事情的。最起码我坐在这里，我很喜欢你。汪涵姐姐很耐心的听我讲，让我觉得我可以倾诉。活动就好。你看你可以呀，事情总会过去的，天也会晴的，对吧？这里有个骨头，看不看到？然后你4个手指并拢，然后放在这里。像这种义诊啊，看那么多人，他可以直接跟我指出这个穴位在哪里就行了，但是他还那么细心的去教我，然后还确保我学会。他有这个热感，能感觉到吗？不要烫到自己。你可以拿我手试一下。我觉得这是一件还比较出乎我意料的事情，很有耐心的一位医生。你必须要把你整个这个腰背全挥一遍。蹲下，然后整个抱，然后你就感觉自己的深呼吸配合那个呼吸。白松岩小姐姐，我就感觉她的性格就跟节目上一模一样，很开朗。中医就像打麻将一样，一堆胡牌里面，我们给你排列组合以后打能胡。9，它就是心快的那个劲儿，给你把你胸中之郁结一下就冲破了。我们医院里边 ICU 房费1天3万。一住一之后，你把那个钱花到现在，哪个当研究生的不得哭啊？你晚上睡觉盖一层被子又燥，掀开了又凉，然后就是在反复之间横跳，然后选择提着它睡了。今天给我就诊的是白松岩医生急性子，但是我在节目里其实最喜欢的是李延静，可以说的吗？这是，对，他今天没到，但是大家都很厉害。那你最喜欢哪一位选手？乐怡姐。你最喜欢乐怡？对。那你今天是被谁看的？就是她。吃完了饭，水谷精微它运化好了之后，它才有营养输送到我们的头皮，输送到我们的毛囊上。我感觉他的情况就还是比较复杂，就属于一个上热下寒，中焦有湿。这个就是可以对我们失眠啊会好一些。洗澡之前的时候可以给它摘下来。皮内针啊，对。然后咱们可以看见这个针是很小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它对我们骨头呀、肌肉啊、神经啊造成什么影响，不会的。我们说为什么要义诊呢？义诊的目标其实呢，最主要就是我们在诊治疾病的过程中间，要科普宣传一些疾病的防治的知识。就在这个过程中间，使患者对于疾病的认识和防治他的这种素养可以得到提高，同时也有利于健康的筛查。已经到了下午了，咱们这已经帮大家准备了一点简单的餐食。吃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。老师，你能夹到吗？能。我觉得这个还好吃，比较新鲜。好，饭吃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请齐老师直接来给我们公布一下，在今天上午我们2组义诊当中，看看他们3位表现如何。好。就是说，你们现在都感受到了下诊之后，诊柄上的能量出现的变化，脉搏当中出现的能量变化。你下一步你再摸到这个脉，你就知道用什么药了。你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就知道怎么处理了。对不对啊？好，上午这样综合起来呢，第一就是晨光亲吻百草双背包载满青色的向往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初入职场第1季，解锁更多朝阳生活秘籍。上微博带话题初入职场第1季发布讨论，共同见证新时代的力量。上百度 App 搜索话题初入职场第1季，一起参与话题讨论，特别合作硬核直播。每一步都写下新篇章。汗水浇灌稚嫩的梦想，古老智慧在指尖发烫，不问路障，只问心之所向。
越温柔铺展。我们在路上脚步铿锵，手中创新不负韶光。